我是 Stella， 这几天真的是 Me Too 连环爆。那我也想要在这边分享我朋友被性骚扰的故事。那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引以为戒啊，因为性骚扰是没有办法杜绝的，我们只能学会强化意识，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，留意周围的朋友是否陷于痛苦之中。那朋友 A 呢，在大型传产公司工作约半年，那在逐渐跟主管同事混熟之后，开始会参加一些公司的聚会。那很不幸，这就是一切的开始。隔壁部门的大主管喝醉倒在他身上，当然不敢离开，因为他很怕喝醉就这样就摔在地上了嘛。这时的他心里还在为他人着想，可是呢，这大主管就开始紧紧的握着他的手，对，真的是这样，十指紧扣，紧到放不开，紧到你觉得他根本就没喝醉。再下一步就搓揉他的耳垂，对，没有听错，搓揉他的耳垂。当然是傻啦，他赶快用就是松他，因为他不是有一只手搓他的耳垂嘛，他赶快用松开那只手，拿着酒杯堵到了大主管的面前，用尽他吃奶的力气，就说来喝，很干吧，试图要转移这个注意力。那即便他当时已经喝到真的快挂了，胃酸都已经满到喉头了，而且更夸张的是，这一切竟然都发生在10多人的聚会前，都没有人来阻止，没有人帮助他脱离。当下他用刚刚那个机智的反应脱离了当下的险境。然而事情没有就此结束哦。朋友 A 在那之后时不时的会被大主管下班堵电梯，硬要跟他在同一个时刻离开公司，还时常邀请他坐上副驾。A 当然找了各种理由来婉拒啊，但婉拒一次却换来更频繁的邀约，照三餐的问候，比方说要接送啊，要吃饭啊，要出游啦，甚至最后还出现了包养邀约。没有人应该活在恐惧当下，所以当时我帮他查找资料，教他怎么录音取证的时候，也有拍摄相关的影片。如果你有注意到这个影片的日期，没错，这件事已经发生一阵子了，真的不是最近才有性骚扰。A 手握录音，我感觉就是更有底气了一些，但还是不敢检举。不管是说畏惧权势也好，还是害怕2次伤害，悲观的想着有一天就是来个玉石俱焚 ，whatever 这样。后来这件事也不算有一个好的结束，因为受害者不止一人。有个比较资深的员工有先检举大主管的骚扰，然而大主管就仅仅是扣了些许的奖金，而资深的员工呢，却在大主管的操弄下被调去比较偏远的工作区域，过了2年才逐渐回到核心区。但2年了，大主管早就摆脱当时的小小减薪的阴霾，早就高升，不知道到哪里去了，到达更高的位置，更不会受影响。但这还不是最恐怖的。朋友 B 在北部地区一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工作，当时因为家里经济状况不是很好，因加单签署的关系，自然也会把家里的状况告诉直属的主管。没想到竟是噩梦的开始，直属主管可能是抱着趁虚而入的心态，开始假借关心之名来探听私生活。1、2次口头上的问候，我们可以说是关心嘛。但如果说在下班时间时常要接送下属回家，你还觉得只是单纯的关心吗？好，那如果在上班时间打着需要休息的名号，强行将在车上一同出差的朋友 B 带往自己的阳明山别墅，这样也是关心吗？路上呢，甚至将定位系统关掉。到了别墅，锁上门，拿出啤酒，索要拥抱，强拉朋友 B 至卧房。说实在的，B 当下能逃过都是幸运，或者我们很现实我们残酷的来说，是加害者放过他一马。好，听到这边你们会不会觉得，这都是以前的事啊？你现在拿出来讲干嘛呢？在当下都不作为了，还继续隐忍，那这不都是你自己造成的吗？为什么当下没有拒绝？为什么你当下不逃跑？这个社会其实蛮可笑的，对被害人的检讨往往比加害人还要严苛。仔细想想看刚刚那2个朋友的故事呢，是不是都是有一个共通点，那就是权力不对等。即便你当下的感受真的是很不舒服，但是有个问题，说出来一定会有人相信吗？像公司或者是大群体，为了声誉，难道不会忽视或者淡化处理这件事吗？加害者很狡猾，那把自己塑造成就是道貌岸然的样子。那好比如最近的翻车事件，有几个艺人也会惊呼：是他太太吗？他不是有小孩吗？当下即使有1秒钟，你也是质疑了被害者，是吧？就是你可能还真的不相信，因为他可能形象好，或者是他有一些理由让整件事变得
更合理一些，或者他的小跟班就是带风向，就可以把你从受害者变成说谎精。也可能听到这里你会觉得 Me Too 什么时候会有尽头？难道我每天打开手机打开电视我就是要听这些看这些吗？但这相对这种痛苦而言呢，这波短短的 Me Too 对别人来说可能都是他们的光，是黑暗中终于垂下的一根蜘蛛丝。最后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，我觉得需要多一些细腻，用心聆听周遭人的声音，让受害者知道他不是孤单一人，也让加害者知道他在欺负的也不是孤单的一个人。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小铃铛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